要搭进去啊！不能让孙膑烧死他！苏西，苏西！让开，让开！快让开！小心！进水来！快，这边这边！快点！还有，来了！主儿，皇上，冷宫禁地，皇上是万金之躯，怎能轻易踏足？还是回去吧。皇上，主儿，来了！主人妾，没事吧？令侍卫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多谢你的云车。没事就好，你先歇歇吧，我救火去了。走。主儿。主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好好的就着火了？奴婢也不知道，奴婢也睡着了。水不够，还要快睡！皇上，您看。皇上，别急了。冷宫走水，人员都无事吧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，万幸没有出人命，我们正在极力救火。知道了。如意，你无事吧？回禀皇后娘娘，无事。无事就好。走吧。是。主儿，皇上他……你没吓着吧？主儿好些了吗？皇上，这场大火来得突然，冷宫虽无人烧死，但房屋损毁严重。不过稍加修整，应该还是能住人的。冷宫因事，为何骤然失火？这实在是昨夜风大，吹落了烟花所致。冷宫年久失修，房屋腐毁，一着就收不住了。出去，这吧。皇上，臣妾错了，臣妾有罪。臣妾只是想添重阳喜乐，并不是有意纵火呀。皇上，臣妾错了。皇上，贵妃因烟花飘然烧着了冷宫，在养心殿门外脱簪戴罪呢。你就没罪吗？当日朕怎么叮嘱你的？朕要你护住如意的性命，如今她几次三番遭险，你怎么说？奴婢有罪。冷宫那边的2位侍卫尽心尽力，几次救了遗主儿，都是奴婢无用，低估了要害遗主儿的人。
不是你低估了他们，是朕。你就原谅臣妾。朕以为如一进了冷宫，他们怎么也该消停了，却不想愈演愈烈。那是不是接遗嘱儿出来啊？眼下接他出来，也没有名目啊。皇上，臣妾错了，臣妾有罪。皇上，臣妾错了。好了好了，大白天跪在这里像什么样子？让人看笑话了。皇上，臣妾知错，您可别不理臣妾啊。起来吧。朕何时说过怪罪你啊？风势所逼，感情何事啊？你真的不怪臣妾？瞧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朕得空再去看你。臣妾告退。本宫忍耐了那么久，好不容易借着重阳烟火天时地利，结果还是让乌拉那拉氏活了下来。也不是一无所获啊。皇上一听说冷宫走水，即刻就派了水龙队去，可见皇上对冷宫那位有多着急呀。本宫一想起昨日他跟皇上说话的样子，就知道他心思还没有死。这种毒妇，咒死本宫的永莲，他死有余辜。到底是谁救了他？左右不过就冷宫的侍卫罢了。本宫非得处置了他们。不可啊，皇后娘娘。娘娘细想，这冷宫才出事，即刻就处罚了侍卫。本来瞧着与您不相干的事，也被想到您头上了。皇上，要是再查下去怎么办？那咱们也没什么可怕的，即便真查，那也是慎贵人派人撒的火油，左右与咱们无关。怎么样了，珠儿？贵妃娘娘在那哭哭啼啼的，皇上没责怪还安慰她呢。皇上真的没有再追查下去？看样子是不会有事情了。我让你去冷宫那儿撒火油的时候，你可有小心？奴婢小心得很。那便好，那便好。还好，遗嘱身子并无大碍。江太医啊，凌云彻那天冲进来救了我们，他受伤了没有？皇上有没有责骂他？他没事儿，只是被烟呛着了。皇上看他救人及时，并未责罚他。那就好。不过昨夜这火烧得有点蹊跷啊。我也觉得奇怪。虽然说昨夜风大，又着了烟火，可为何唯独烧了一主内奸呢？而且火烧得这么快，加上之前发生那些事儿，不让人心里不犯嘀咕啊。肯定是有人故意放火的。幸亏没伤人，要不然这事儿难以掩盖。敢做这种事情的人，一定能掩盖过去的。不过幸亏这次我们又逃过了，福祸相随，姑且看之吧。海兰如何？她吓着了吗？海贵人她吓坏了，幸亏她知道您无事，这才肯安心待在延禧宫里。江太医，你一定要顾好海兰，她本来就瘦，又要养胎，你可一定要让她吃得下东西才好。遗主放心，微臣会尽力的。江太医，还有一事相托。遗主尽管吩咐。这是皇上的。好。还烦请你带回去还给皇上。冷宫不洁，容不下生物。微臣明白。
回皇上，海贵人胎相尚好，只是母体气虚体弱，本源不固，连累的胎儿也有些羸弱，需用些开胃健脾、固气培本的药物，母体不得安稳，龙胎才能强健，到贵人落胎的时候也好有力气生产。这见海贵人的肚子是不大，有身孕的期间也是辛苦了，食欲不振，是该好好补补。可有了身孕，能用药吗？微臣一定细细斟酌，定然无碍。皇上，姜太医是个细心的人，臣妾信得过。那便好。微臣刚才去冷宫请脉，冷宫的医主托微臣将此物转交给皇上。医主说，冷宫不洁，容不下圣物。皇上，可真是难为医主了。在冷宫那种阿杂地方，还能把皇上的衣物清洗得如此干净，都不知道小心翼翼地清洗了多少遍。李煜，端过来。火起那日，正看他衣衫单薄，特意给他披上，他就这么不愿意留下，还专门叫你送回来。皇上，姐姐是怕见物思人。再者，她一定认为自己是皇上的弃妃，不配拥有皇上的东西。江雨斌，海贵人举荐你为她安胎，朕一开始还不大放心，但朕看到你这么细心的伺候如意和海贵人，到后来朕也放心许多了。在微臣眼中，冷宫的医主和玉玺的海贵人并无分别，都是微臣要尽心尽力、细心照顾的人。好，你歇着吧，朕回养心殿了。臣妾恭送皇上。姜太医，东西呢？海贵人，千万当心啊，小心分量。只要我按你说的剂量去使用，不会出问题吧？要是真有事儿，微臣第一个掉脑袋。您放心，我这还有个方子，到时照了药给您喝下，可以去毒。那就有劳姜太医了。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姐姐知道，免得她担忧。海贵人，您的医嘱还真是情深意重啊。姜太医对所心也是情深意重，希望这件事能成，这样姐姐跟所心就能够平安的出来了。主都搬进储秀宫好几日了，皇上一直没翻您的牌子。不急，自从我第一次见到皇上，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靠他那么近。如今真的能在皇上身边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回去。这是怎么了？奴婢也不知道。这位大姐，哎，这是怎么了呀？哎呀，
皇上在庙里上香呢。哎，格格，是皇上来了！哇，果然好大的阵仗。阿玛总说皇上天纵英明，可是难道皇上突然来了，我们就不能敬香礼佛了吗？格格，咱们这是在京城，不是在诸暨，可不敢这么说话的。我倒要看看这个皇上究竟是什么样子。格格，快跪下！格格，快跪下！为什么他竟然和我想的一模一样？按照分量去抓药，一丝都不能错。抓好药后，送去延禧宫，跟他们说3碗水熬成1碗，记住了吗？这小的明白。去吧。永成，给皇额娘笑一个。哦，放在自己身边照顾孩子，自然是养得好。皇后娘娘，臣妾自知见识短，性子又急，怕教不好永成。若是皇后娘娘觉着与永成有缘，那臣妾愿把永成交由皇后娘娘抚养。本宫啊，也总是3病2痛的，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你就好好的抚养着永成，等海贵人的孩子一落地，也好有个伴儿。这怀胎10月，直到生产那日，都在鬼门关打转。希望海贵人能平安生子，可别出什么岔子。主，一会儿该喝汤药了。叶心啊，快入冬了，你帮我做2件新的棉袄，给姐姐还有锁心。另外，封一些银子去乌拉那拉府里。孤儿寡母，日子难过。主，您但凡有点银子，都省给了易主的娘家。泽之。小厨房里面还有没有阿胶羹？准备的有，去端1碗来吧。是，主自从喝了姜太医的药啊，胃口好得很呢。主别处的身量虽然没怎么变，可是肚子里的龙胎啊，却长大许多呢。可不是吗？这孩子长得快，衣服感觉又紧了呢。您现在啊是1人吃2人补，可不能亏了肚子里那位小主子。叶心，我突然想吃银鱼鸡汤面，你去让泽之下了吧。是。
子，额娘已经很小心了，你别怪额娘。皇上，齐汝来了，让他进来。这。微臣恭请皇上圣安。朕今夜翻了舒贵人的绿头牌，舒贵人是太后千挑万选的名门淑女，想来太后也希望她早日为朕带下皇嗣。微臣马上安排一味坐台药，以便让贵人早日遇袭。你明早再给舒贵人去诊脉，看看她的体质如何，适合哪些药材。不怕名贵，只管用。微臣明白，照老规矩办。海贵人，到底怎么了？啊，梅嫔娘娘，你看嫔妾嘴边生了那么多的痈疮，每每发热心悸，失眠又多梦。嫔妾找你来就是想问问，这是不是跟你当年的症状一模一样啊？倒是一模一样。乌拉那拉氏不是进了冷宫了吗？怎么还会这样？嫔妾不知道，嫔妾好怕。别慌，先别慌。皇上驾到，舒贵人到。免礼，免礼。你歇着就好，朕让齐太医来替你瞧瞧。皇上，齐太医在。禀皇上，从海贵人的脉象来看，微沉缓涩，脉若葱叶，由表而中空，却没有什么大意。是吗？是。皇上，当年太医请脉也看不出什么，只是海贵人这症状与臣妾还有宜嫔当年实在是太像了。皇上，微臣检验过海贵人的饮食和所用炭火，发现毒害海贵人的手法与当年毒害宜嫔和梅嫔二位主的如出一辙。万幸的是，天刚冷，所用炭火不多，而海贵人又少食鱼虾，所以毒性只入发肤，而未伤及经脉。皇上，若是有误症，倒可以应对海贵人是中了诛杀之毒。皇上，究竟是谁要害我们母子？别怕，朕在这儿呢。齐若在。龙胎可有大碍？幸亏发现早已，且尚无大碍。自从嘉嫔生育了永成之后，朕以为可一切顺遂，可没想到又发生这等事。一定是有人要害龙胎，皇上，一定是有人要害龙胎。是谁？是谁要害我们？皇上，会不会是乌拉那拉氏？是不是他又要害人了？不会的，乌拉那拉氏还在冷宫里，小鹿子已经死了，小福子和小安子还被关着呢，所以不可能是他。皇上，究竟会是谁呢？臣妾也曾听闻当日乌拉那拉氏毒害皇嗣一事，如今究竟是乌拉那拉氏尚有同盟留在宫中，还是他只是为人所冤，而真正害人的人却一再用此手法谋害皇嗣？皇上，
乌拉那拉氏被冤也不算是第一等要事，可是皇嗣不能含冤而死啊！若皇上不查清，还会有人受害。皇上，当年最有力的人证是盛贵人，恐怕这真相还落在盛贵人身上呢。盛贵人卖主求荣，可见品行不佳。倘若乌拉那拉氏真是被冤，这盛贵人怕是早已经被真正的主谋收买了。皇上，盛贵人甚是可疑。事情尚未查实，不要妄自揣测。海贵人，你安心养着。太医院的太医任你差遣，务必顾好皇嗣。其余的事情，朕自有定夺。咱们没动海贵人的胎啊！是谁？是谁要学本宫当年的样子？所以奴婢害怕呀。那法子和咱们当年一模一样。别慌，反正不是咱们做的。是不是阿若那个贱婢？他不敢，那会是谁呢？朕的后宫连个孩子都容不下，朕想起来就可怕。幸亏嘉嫔怀四阿哥的时候是住在真祥馆。朕当年就该一查到底。皇上，许多事儿当年您就有蛛丝马迹，可是太后不让您查了。海贵人欲毒之事，你替朕传下去。当年没查明白的事情，接着查。是。敬事房徐安叩见皇上。皇上，让他进来吧。皇上，从前娴妃的牌子，娴妃被贬为了庶人，她的绿头牌早就弃掉了。那重新做一块绿头牌得多久？那快得很。皇上是要重做一个娴妃的绿头牌吗？朕随口一说罢了。是不是进士房的人听差了？皇上绝不是一个轻言的人。那就不能让他活着出来。你这个人也太急了。恭送各位主。真不知皇上怎么会这般纵容那个毒妇。贵妃娘娘，不会是您厌恶海贵人，一时急起来，给她下了诛杀吧？你是疯了吗？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本宫还以为是你给海贵人下的诛杀。平日里欺负起海贵人，你最起劲儿。那也比不了贵妃娘娘。别说是海贵人了，就算是冷宫里的那位，你也有什么不敢做的？作死！别仗着皇上宠你，就敢污蔑本宫。嘉嫔，好好管管你宫里的人。盛贵人最得圣恩，妹妹哪里敢管束啊？哼，在咱们面前装什么主啊？一个小宫女卖主求荣爬上来的，多金贵似的。嫔妾没有卖主，嫔妾是效忠皇后娘娘，正后宫纲纪。得了吧，你那点心思，那点本事，谁不知道？嫔妾的本事也是贵妃娘娘教的嘛。你一日为奴，终身下贱。你再胡说半个字，当心你阿玛和兄弟的安危。得了，咱别自己人跟自己人置气呀，这么多奴才看着呢。走吧，贵妃娘娘。阿若，走。眼下最要紧的是乌拉那拉氏，她若是出来了，指不定要惹出多少风波呢。旁的不说，
就单说这冷宫走水的事儿，皇后娘娘就深涉其中。若是倒是乌拉那拉氏把这事儿翻腾出来，再牵连到皇后娘娘，那可就是咱们办事不利落了。真是心烦，当初还不如一记鹤顶红就完了呢。冷宫哪里来的鹤顶红啊？买通侍卫吊死他主仆俩，做成自杀的模样就是了。刚才还极力撇清自己呢，看你对你自己的前主子多狠啊！既然是慎贵人想做，那就你上吧。走吧，嘉平，你走。易主深阻碍。今日啊，宫中隐有话传出，说皇上又再提起易主，恐要把你接出冷宫也未可知啊。真的？微臣只是听说，还不能确定。主儿，咱们要是真的能出去，那些加害咱们的人不得害怕呀？但是话说回来，你能听说这消息，那他们一定也会知道。到时候，如果又想出新的法子来加害咱们，可怎么办？是啊，咱们确实不能在这儿干等着。张宇，你下次来的时候，帮我带一包要紧的东西。这个东西除了你，旁人拿不到。什么东西？叶心，主，怎么了？这香是谁点的？我真难受。这是内务府送来的安息香，主不喜欢，奴婢立刻撤下。则之。是。这以后送到延禧宫的东西，都要严加查验。是。那奴婢让人去查查这香。主头晕得厉害，叶心，去把太医找来吧。奴婢这就去。又怎么了？九霄，这又出什么事儿了？来开门！谁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啊？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张江太医，愣什么去呀？啊，你吃什么了？快喝点，吐出来，吐出来，吐出来！来喝点水，喝点水。您说呢？李公公，什么事啊？沈贵人，冷宫来报，乌拉那拉氏中毒垂危，延禧宫也说海贵人的安息香中又被加了朱砂。冷宫里的乌拉那拉氏死了也不治什么，至于海贵人，自有太医照顾。皇上龙体要紧，你也犯得上为了这个来惊扰皇上？沈贵人，李煜，皇上。皇上。沈贵人，这些日子，你不必在朕的跟前了。皇上恕罪，臣妾不知做错了何事。许多事你一开始就错了，难道是今日才错吗？臣妾愚昧。冷宫的事，好歹是条人命。海贵人怀着皇嗣，你竟然这般冷血冷心，毫不在乎。皇上，臣妾知道错了，臣妾只是怕扰着您歇息。滚！皇上准备先去哪？先去冷宫。皇上，冷宫到底怎么回事？
据姜太医回禀，饭菜里被人下了砒霜，还好医主和索性用的不多，所以救回来了。除了姜太医，奴才还派了2个太医一同去盯着，以防不测。我来，把这端走。怎么样？主怎么样了？浓药水灌下去，毒都吐出来了。你放心吧，沈总不大碍，只是还在昏迷。你怎么样？就是头还眩晕的。可能还会有一阵儿，先躺下休息。皇上驾到！皇上来了。哎，微臣江玉斌给皇上请安。贤妃身子如何？回皇上，贤妃娘娘中的是砒霜之毒，还好发现的及时，眼下还在昏迷。微臣已经替贤妃娘娘去除身体内大半余毒，只是贤妃娘娘常住冷宫，身体虚弱，还需要调养。那就好，务必调养好贤妃的身子。是，微臣告退。如意，朕来迟了。等你身子能走动了，朕即刻就接你出冷宫。委屈你了。贱人，都是你害的！珠儿，别这样，还是想想办法让皇上消消气吧。我还能怎么样？这些年受的委屈，这些年受的委屈有谁知道？珠儿又发疯了，这伺候皇上久了，疯劲反而更大了。珠儿，这海贵人受害，莫不真是跟贵妃有关？管他是谁呢，左右不干咱们的事儿。这海贵人中毒蹊跷，宫里人都说，当年乌拉那拉氏是受了冤屈的。莫不是他真要出冷宫了？他要是出了冷宫，迟早要查当年的事儿。还有皇后和贵妃呢，再不济还有慎贵人和素莲。您呢，管好4、2个就行，做不过不干咱们的事儿。贱人，都是假人！你宫里做的杏仁酪味道不错，本宫吃着极有滋味。皇后娘娘喜欢，臣妾便多做一些。听闻杏仁儿能令肌肤好颜色，
多食一些，是再好不过了。你也再吃一点。是。皇后娘娘，贵妃娘娘，皇上方才去了冷宫，亲呼乌拉那拉氏为贤妃，还说不日便许她出冷宫。乌拉那拉氏不已经废为庶人了吗？怎么可能放她出冷宫？你说皇上亲呼她为贤妃，皇上糊涂了。为何是不日出冷宫，而非即刻？赵姨太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乌拉那拉氏不知怎么中了砒霜之毒，一时未能好转。皇上嘱咐，待她能起身时再出冷宫。知道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这是。臣妾贵妃，莫不是你？我？若要是臣妾，怎么还会让她出得了冷宫？也不知道是谁下的毒，也不知道下准点。真的不是你下的手？不是，娘娘，真的不是臣妾，臣妾还没来得及下手。会不会是阿若那个贱婢？他不敢背着本宫和你擅自下手，否则出了事儿谁保他？那还会是谁？梅嫔、嘉嫔？本宫跟你一样不知就里。不过，只要有盛贵人在，他比谁都容不下乌拉那拉氏。